中国不像普京一样以牙还牙。俄罗斯专家称，中国未拦截佩洛西的专机，见证了中国智慧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对于中国应对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的方式，以及目前所引发的台海军事危机，很多人都不理解其中的奥秘。有人可能会问，如果美国敢这么挑衅俄罗斯，那么普京肯定会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那么为什么有人说中国的应对手段更有智慧呢？俄罗斯专家给出了答案。近日在俄方的一期电视节目中，俄罗斯著名的汉学家瓦维洛夫公开表示，指望中国采用俄方以牙还牙的方式来还击并不现实，因为中国追求的是战略上的最终胜利，而以牙还牙的方式对自己并没有好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中国直接拦截或者击落佩洛西的专机，只会让自己更为被动。现在所采取的防守反击和层层加码，并且在多个层面痛击美国的办法，更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。中国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外交策略，其实也与中国的思维逻辑有关。西方更加注重眼前的现实利益，俄罗斯的国家行事风格就是有仇当场就报，以牙还牙。而中国呢，是一个积淀了几千年文化历史的国家，有着更加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思维，做事情讲究策略性，追求的不是眼前的爽快，而是长远的利益。要的呢是最终的胜利。瓦维洛夫认为，佩洛西这次窜访行动，在战术上看上去好像赢了，但是美国却在战略上成了一个大输家。这就像是一个巨人面对一个小丑可能的挑衅，在挑衅没有发生之前，如果我们先出手将其暴打一顿，那么自己在国际上就会被看成是麻烦制造者；而在小丑挑衅之后，我们在各种手段齐出，直接发动对台军事行动，在外交上反制美国政府，甚至呢对佩洛西本人实施打击和制裁，我们就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。现在不管美国拉着多少盟友强调台海和平，都难掩其心虚，因为危机是佩洛西挑起的，现在想着擦屁股可就晚了。中国的反击也不是几天的事儿，而是会对美国形成长期的外交压力。现在美国不但没有军事实力在台海发动干涉和威慑行动，甚至还被中国定义为挑起台海危机的搅屎棍。从中美竞争的大局来看，中国的防守反击真正打击的还是美国的外交信誉和美国霸权。有人会说以牙还牙很爽，这个的确当时爽快了，但是呢，可能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。我们会解决台湾问题，也会实现统一，但是不能够因为佩洛西而发起统一行动，因为这样就上了美国人的当了。什么时候实现两岸统一，决策权以及采取行动的时机掌握在自己手里是最有利的。在中美实力竞争进入最关键的历史阶段之际，中国保持战略定力，把握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，同时呢，还能利用这场危机实现改变台海军事态势的目标。这对于我们而言才是最有利的。台湾就在中国大陆边上，它跑不掉，而中国大陆的实力今后会越来越强，这就是美国人焦虑的真正原因。美国以后可能还会在台湾问题上挑衅，但是什么时候真的会引发武统，那可不是美国人说了算的。等中国完成统一行动的布局，美国就会发现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台独分子也将迎来末日。如果你非想知道大概在什么时候两岸会实现统一，那么可以从中国大陆发布的2035年的交通规划图看出来，把高铁修到台北可能需要一段时间，而当高铁修到台北的时候，两岸已经实现了统一，因此台独分子已经蹦跶不了几年了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